欢迎收听豆包 AI 播客节目。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数学和物理当中的两个看起来非常不一样的东西，一个是动量放大器，另一个是折纸的折痕。这两个东西竟然是可以建立起一种精确的对应的。没错，这个对应关系非常的神奇。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我们先来讲讲这篇论文的引言部分啊，就是这个动量放大器和这个杨米尔斯理论里面的散射振幅之间到底是怎么建立联系的。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 n 等于4的超对称的杨米尔斯理论里面，它是有这个 n 个胶子的散射振幅的。那这个东西呢，本来是要用费曼图去算的，但是费曼图的计算量非常的大。对，后来 BCFW 就搞出了一套递归的关系，就是你可以通过一种递推的方式把这个散射振幅算出来，而且要比费曼图快很多。那中间递归的这些步骤，它有什么物理的意义没有？还是说只是一个计算的工具呢？其实中间每一步的这个递归项啊，它是可以几何化的。就是 AHT 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在 Hodges 的想法基础之上，他们就提出来说，其实这些递归的项每一项都对应于一个几何对象的体积，这个几何对象呢叫做放大器。然后这个散射振幅就是这个放大器的总体积。那这个就是在动量扭量空间里面的放大器的定义。那最近呢，这个 EZLT 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也终于证明了，在动量扭量空间里面 BCFW 的这个分解确实给出了这样的一个三角剖分。那这个动量空间里面的这个放大器和这个 BCFW 的这个三角剖分，这个难题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作者在这篇文章里面又解决了什么？就是这个粒子的动量，它其实最自然的是应该在动量空间里面去研究的。对，那这个放大器虽然它最早是在动量扭量空间里面定义的，但是其实把它搬到动量空间里面来研究是一个更难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没有被解决。所以说这个作者是第一次真正的在动量空间里面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对，这篇文章里面的第一个主要的定理就是，当这个平面的曼德尔施塔姆变量全部都非负的时候，那这个 BCFW 包腔确实给出了这个动量放大器的一个三角剖分。这个是这篇文章里面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那这里的这个动量放大器呢，它是 DFLP 在2019年的时候引进的。然后这个平面的曼德尔施塔姆变量呢，它其实就是这些粒子动量的组合的平方。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折纸的折痕模式和这个所谓的 T 嵌入。那什么是一个折纸的折痕模式？然后它的这个平折和这个角度条件到底有什么联系？其实这个折纸的折痕模式，它就是一个二维的平面包腔复形，然后它的每一个面呢都是一个凸多边形，并且是黑白相间的。那这个角度条件说的就是对于这个复形里面的任何一个内部的顶点，它周围的白色的面的角度之和和黑色的面的角度之和是相等的，并且都等于派。所以说满足这个角度条件是保证这个折纸能够平折的一个关键，是吗？没错，就是这个角度条件是一个充要条件。对，就是你这个折痕模式可以平折，当且仅当它满足这个角度条件。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构造出一个所谓的折纸映射，它在每一个面上都是一个等距，并且它会把白色的面保定向的映射过去，把黑色的面反向的映射过去。那这个 T 嵌入跟这个加权的平面二部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联系？然后它在研究这个图序列的收敛性的时候到底有什么用？这个 T 嵌入呢，它其实就是给你一个加权的平面二部图，然后你要找一个折纸的折痕模式，使得这个图和这个折痕模式是对偶的。并且这个权重是要和这个折痕模式的几何的权重是概值等价的。对，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T 嵌入想象成是这个加权的二部图在平面上面的一个几何实现。所以说有了这个几何实现之后，你就可以用几何的方法来研究这些图的序列了，是吗？是的，是的，就是这个 T 嵌入它在研究图的序列的收敛性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比如说有很多这种离散的观测量，在 T 嵌入下面它的极限行为是可以被研究的，然后它会收敛到一些共形不变的东西，比如说像高斯自由场。对，然后这个在Che18、Che20、KLR18、CLR23、CLR21还有 BNR24这些文章里面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原来是这样啊。那一般的这种加权的平面二部图，
它的这个 T 嵌入的存在性，这个难题到底难在哪儿？然后这个作者又是怎么把它解决的？其实这个 T 嵌入的存在性，它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但是一直都没有一个一般的结论。之前只有在这个图的边界上只有4个顶点的时候，这个 KLRR18 这篇文章里面是有一个构造的。那这篇文章的这个作者呢，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他证明了对于任意的这种加权的平面二步图，它都是存在 T 嵌入的。这个就是文章里面的定理 B。 我们继续往下讲啊，就是这个 T 嵌入和这个动量放大器之间的这个双摄，这个双摄具体是怎么建立的？然后这个边界上的这些向量和这个粒子的动量又是怎么联系起来的？这个双摄其实它的构造是非常有趣的，就是每一个 T 嵌入的边，它其实是一个2维的向量，然后它的这个折纸映射的像也是一个2维的向量，并且这2个向量的长度是一样的。那你就可以把它们拼起来变成一个4维的向量。然后这个4维的向量呢，它是一个0向量，就是它在这个明可夫斯基空间里面的长度是0。原来这个几何对象和这个物理的量之间的联系是这么的直接。然后如果你把这个 T 嵌入的边界上的这些边对应的这些4维的0向量拿出来，那它其实就正好对应了这个粒子的动量 P1 一直到 Pn。然后这就是这篇文章里面的这个主要的定理的一个特殊的情况。那这个 T 嵌入和这个所谓的旋量螺旋度形式主义之间的这个联系，是怎么通过这个全正的格拉斯曼流形和这个离散的全纯函数来建立的？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个作者其实是用了这个旋量螺旋度形式主义，然后他把这个 T 嵌入变成了一个T 进入。对，然后他建立的这个双摄呢是这个 T 进入和一个3元组之间的一个双摄。那这个3元组呢，它是由一对互相垂直的2维平面，然后满足一个所谓的符号翻转的条件，再加上一个全正的 K 维子空间组成的。然后这个全正的 K 维子空间呢，它是这个格拉斯曼流形里面的一个元素。所以这个离散的全纯函数在这个构造里面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个其实就是在这个 KLR18 和这个 CLR23 里面，它们其实就是证明了这一对2维平面它是可以扩张成在这个二步图的黑白顶点上定义的赋值的离散的全纯函数。然后这就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式来构造这个对应的 T 嵌入。OK， 那这个散射振幅的积分表示，它是怎么跟这个折纸的折痕模式和这个图的边的参数联系起来的？这个就是在AHCC10 和 AHBC+16 这2篇文章里面，其实他们就已经把这个散射振幅写成了一个对这种3元组的积分。那这个3元组呢，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互相垂直的2维平面和这个全正的子空间。所以说其实这个积分里面的每一个变量其实都有一个对应的几何或者说图论的解释。是的，就是这个图的每一条边它都有一个这样的4维的0向量 POFE 来作为参数。然后这个参数呢，它既出现在这个散射振幅的积分表示里面，它也出现在这个更一般的所谓的 on-shell 函数里面。对，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散射振幅 A 呢看成是一个在这个折纸的折痕模式的空间上面的积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一个方向，值得进一步的去探索。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这个主要结果的部分啊。那我们要先聊的就是这个全正性和这个2具体模型的一些背景。对，那这个作者对于这个加权的2步图，它在边界上的顶点和这个面以及这个边的权重上面都做了哪些基本的假设，然后他又是怎么去区分这个内部的和边界的顶点和面的？是这样的，就是作者考虑的是一个加权的2步图，它是被嵌到一个圆盘里面的，然后它的边界上有 n 个度数为1的顶点，这些顶点呢是按照顺时针的顺序被标记为 U1 到 nn， 然后每一条边呢都被赋予了一个正的实数权重，就是它的这个权重函数是从边极到正实数的一个映射。那这个图的这个平面对偶在这个标记和这个结构上面有什么样自然的对应？就是这个原图的这个平面对偶图，它的这些边界的面是被标记成了 U1 到 nn 星，然后这个 Ui 星是落在这个 Ui 和 Ui+1 之间的，然后所有的顶点的集合我们记为 V， 所有的面的集合我们记为 V 星，然后它们又都各自分成了内部的和边界的2部分。并且这个边和这个对偶边之间是有一个自然的一一对应的。
然后为了方便起见呢，所有的这些标记都是按照模 n 来理解的。那这个 Postnico 对于这个图本身的结构上面还有什么额外的要求吗？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它是要求这个图是既连通又 reduced， 然后每个内部的顶点的度数至少是3。那这个 reduced 的意思呢，就是说它不含有任何的所谓的可收缩的圈，就是它没有任何的一个圈只包围了一个顶点的这种圈。对，然后这个连通性和这个度数的条件呢，就是为了后面的这个组合的讨论能够顺利的进行。明白了。那这个所谓的 zigzag path，在这样的一个二步图里面是怎么定义的？然后它跟这个所谓的2 non-degenerate 有什么关系？这个 zigzag path 其实就是你在这个图里面走，然后在黑色的顶点处你永远都是右转，在白色的顶点处你永远都是左转，然后这样的一条路径就叫做一个 zigzag path。然后这个 zigzag path 如果它是从边界上的某个顶点 ui 出发的话，它一定会终止在另一个边界顶点，我们记为 uf 杠 gamma i。然后这个 f 杠 gamma 呢，它其实就给出了一个从1到 n 到它自身的一个置换，我们就叫做这个 zigzag path permutation。所以这个2 non-degenerate 就是对这个置换做了一个限制，是吗？没错，就是这个图它是2减 non-degenerate 的，当且仅当对于所有的 i 属于1到 n，都有这个 f 杠 gamma i， 它不能等于 i 减1 i 或者 i 加1，然后这里的这个加减都是在模 n 的意义下的加减。了解了。那这个二步图上面的这个几乎完美匹配，和这个所谓的带边条件的权重，以及这个图的这个类型，它们之间是怎么配合起来定义这个图的这个面圆 delta i 的？就是在这个加权的二步图上面的一个几乎完美匹配，它就是一个边的集合 A， 然后它满足就是所有的内部的顶点都被 A 里面的边恰好覆盖一次，然后边界上的顶点呢是最多被覆盖一次。OK， 然后这个 MDA 呢，它就是用来记录那些边界上的特殊情况的顶点的下标的集合，就是如果这个 UI 是黑色的，并且它被用到了，或者说它是白色的，但是它没有被用到，那我们就把这个 I 放到这个 MDA 里面。所以这个 MDA 的大小其实是跟这个匹配是有关的，是吗？不是的，这个图它一旦固定了之后，其实对于任何的几乎完美匹配 A， 这个 MDA 的大小它都是一个定值，我们记为 K， 然后我们就说这个图是一个 KN 型的图。然后对于每一个 I 包含于1、2、n， 并且它的大小是 K， 我们就定义这个 delta I 括号 gamma WT， 就是所有满足 MDA 等于 I 的这种几乎完美匹配 A 的权重的乘积在求和。好的，那这个 Grassmannia Gra KN 里面的这个最大 minus 和这个所谓的权正 Grassmannia 它们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然后这个二步图的不变量 measure gamma WT 又是怎么用这些东西来定义的？这个 Grassmannia 它其实就是所有的这个实数域上的 n 维空间里面的 k 为子空间的集合，然后它可以被实现为所有的满质的 k 乘 n 的矩阵的集合，然后再模掉行变换。OK， 然后对于每一个这样的矩阵 C 属于 Gra K N， 然后 I 是一个1、2、n 的一个 K 原子集，我们就用 delta I seed 来表示这个矩阵 C 的取 I 这些列所构成的 K 阶子式。那这个权正 Grassmannian 就是说这些最大的子式都有相同的符号是吗？对的， Gra 大于等于0 K N 它就是由所有的这些最大的子式都非负并且它们全都同号的这种矩阵所代表的子空间所构成的。然后对于任何的一个加权的二步图 gamma WT 它都可以唯一的对应到一个这样的权正的点，我们记为 Mas gamma WT， 然后它是满足对于所有的 I 都有这个 delta I gamma WT等于 delta I seed。 明白了。然后我们要讲的是这个 T 嵌入和这个 T 浸入。那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这个对偶图伽马星，它作为一个二维的包腔复形，它的这个顶点边和面到底是怎么通过这个映射 T 来诱导出一个平面上的几何结构的？是这么回事，就是我们把这个伽马星看成是一个被嵌到这个圆盘里面的一个包腔复形，然后它的顶点的集合是微星，边的集合是异星，然后面的集合我们就取成是原图的内部的顶点的集合 Vint。然后我们有一个映射 T， 它是把伽马星映到复数域 C 里面的，
并且它满足就是每一个面在 t 下面的项都是一个凸多边形。所以说这个 t 其实就把每一个包腔都变成了一个几何图形，是吗？没错没错，就是我们把这些点集 t vnt 和 t vant 分别叫做 t 的顶点、边和面，然后 t 的面呢会被自然的黑白染色，然后我们还可以给它每一条边 e 赋予一个几何权重，这个几何权重就是它的两个端点的项的距离。 OK， 就是我们记为 wtt1 等于 t v1 乘减 t 括号 v2 乘，然后这里的 v1 星和 v2 乘就是这个对偶边 e 星的两个端点。好的，那这个 gauge 等价在这个边权重的变换上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变换？然后它跟这个 t 进入和 t 嵌入的定义到底有什么关系？两个权重函数 wt 和 wt 撇，它们是 gauge 等价的。当且紧张存在一个函数 g 从顶点级 v 应到正实数，然后满足就是在所有的边界顶点上面它的取值都是1，并且对于任意的一条边 e， 它的两个端点是 w 和 b 都有这个 wt 撇 e 括回等于 g wt gb。 所以这个 gauge 等价其实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在每个顶点上面乘一个正数，然后把一个权重变成另外一个权重，是吧？是的是的。然后这个 t 进入的定义里面呢，它是要求这个图的权重和这个几何的权重是 gauge 等价的。 OK， 然后这个 t 嵌入呢，它是一个更强的条件，就是它要求这个映射 t 是一个单射，就是它不能有任何的重叠，这样它才是一个真正的嵌入。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 t 进入它的这个内角和这个边界角到底满足什么样的条件，然后这些条件跟这个图的这个平折的性质到底有什么直观的联系？在这个 t 进入里面呢，对于每一个内部的面的顶点 v 乘它周围的白色的角的和，我们记为 alpha tv， 然后黑色的角的和我们记为 alpha t 括号 v 乘 OK， 然后它的这个内角条件就是要求这两个和都等于派，然后它的边界角条件就是对于每一个边界的面的顶点 u hat i 乘它的这两个角都要严格的大于0小于派。所以说这些角度的限制其实就是保证了你这个图在每一个顶点的周围都是可以局部的平折的，是吗？没错没错，就是这些条件其实就是保证了你这个图在折的时候是不会有冲突的。 OK， 然后你可以连续的把它折到平面上。好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t 进入和这个原模式之间的这个对应关系。就是这个原模式到底是怎么从这个 t 进入得到的，然后反过来呢，其实每一个 t 进入它都可以自然的变成一个原模式，就是你以每一个 t 括号 v 星为圆心画一个圆，然后使得对于每一个内部的面 v 它周围的那些圆都刚好相交于一点。然后反过来呢，每一个这样的原模式它也唯一的决定了一个 t 进入。对，然后这个是在 KLRR18 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然后它们里面的 Figure 2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我们继续往下讲啊，就是这个正运动学空间和这个主要的双摄。那这个所谓的运动学空间 lambda 垂直于 tilde lambda n， 它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然后这个里面的这个垂直的条件到底有什么物理意义？这个运动学空间其实就是所有的 R 的 n 维空间里面的互相垂直的二维子空间对所构成的集合。然后它的这个元素呢，我们就记为 lambda 和 tilde lambda， 然后它们两个是互相垂直的。 OK， 然后这个垂直呢，其实就是对应着这个物理里面的动量守恒。然后这里面引入的这个所谓的带符号翻转条件的这个子空间，对 lambda 垂直于 tilde lambda k n 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然后它的这个几何和物理的意义又体现在哪里？是这么回事，就是我们首先有一个lambda 和 tilde lambda， 它们是两个互相垂直的二维子空间，然后我们把它们写成是两个2乘 n 的矩阵，然后它们的列向量分别记为 lambda 1一直到 lambda n， 然后和 tilde lambda 1一直到 tilde lambda。 OK， 然后我们再把它们两个都做一个周期延拓，就是 lambda i 加 n 等于-1的 k 减1次方 lambda i， 然后 tilde lambda i 加 n 等于-1的 k 减1次方 tilde lambda i， 然后我们再定义一个 bracket， 就是尖括号 ij lambda 等于 det channel lambda 等于 det channel lambda i tilde lambda i channel lambda j。 所以说这个符号反转其实就是对这些 bracket 做了一个限制，是吧？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要求对所有的 i 属于1、2、n 都有这个尖括号 i加1 lambda 是大于0的，然后方括号 i加1 tilde lambda 也是大于0的。 OK， 然后同时呢，我们还要求这个 lambda 的这个总旋转角是等于 k 减1乘上 p，
然后这个 tilde lambda 的总旋转角是等于 k 加1乘上 p， 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的正确的符号翻转。然后这是在 AHTT 18里面被引入的，然后它其实是保证了这个物理过程的守真性。好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空间 lambda 垂直于 tilde lambda ckn 正，它是怎么定义的？然后它在这个粒子物理里面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这个空间它的元素就是三元组 lambda、tilde lambda 和 c， 然后其中这个 lambda 和 tilde lambda 是属于 lambda 垂直于 tilde lambda kn 正的，然后这个 c 呢是属于这个 Grassmannian 格大于等于 2kn 的正交补。然后这个空间其实就是在散射振幅的这个正 Grassmann 的方法里面自然出现的一个空间。对，然后它其实就是用来描述这个无质量粒子的运动学的。那这个 Lorentz 变换在这个 T 进入和这个 Grassmannian 的这个描述当中是怎么体现的？就是每一个 T 进入它都可以看成是一个二维的分片线性的曲面，然后它是在这个四维的 Minkowski 空间里面的。OK， 然后它的这个度规是正负负负，然后这个 Lorentz 群 SO2 它是自然的作用在这个空间上面的，然后这个作用呢其实就是对应到了这个 SL2R 插成 SL2R 在这个2乘 n 的矩阵对上面的作用，然后这个作用呢它是不改变这个 lambda 和 tilde lambda 在 Grassmannian 里面的像的。所以说这个 Lorentz 变换其实就是在保持这个几何和这个物理本质不变的情况下，对这个 T 进入做的一个对称操作，是吗？没错没错，然后这个就是在 Remark 1.11 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然后这个不变性呢其实是这个理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对称性。明白了。然后这个 Theorem 1.4 里面说的这个 T 进入和这个特定的这种子空间对之间的这个双射，它的这个具体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它的这个证明的思路又是什么？就是这个定理说的是，对于任何的一个属于这个 J 大于等于2的 WT， 然后它的类型是 Kn 的这样的一个图，然后我们令 C 等于 mass gamma WT， 然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T 进入的集合，然后我们磨掉这个 rescaling 和这个 Lorentz 变换，然后这个集合是和这个lambda 垂直于 tilde lambda kn 正，然后再加上这个 lambda 包含于 c 包含于 tilde lambda 正交补，然后这个东西是一一对应的。那这个证明的过程当中，这个离散全纯函数和这个 magic projector q lambda 都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映射呢，它是用这个 gamma 上面的这个离散全纯函数来构造的，就是对于每一对属于这个 lambda 垂直于 tilde lambda n 的这样的 lambda 和 tilde lambda， 我们都可以构造出一个映射 t lambda tilde lambda c， 然后这个 magic projector q 下划线 lambda 呢，它是用来判断这个 t lambda tilde lambda c 它是不是一个 t 进入的一个主要的工具。 OK，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保定向的这样的一个性质，然后这个是整个证明的一个核心。然后我们下一个要聊的是这个动量放大器。那这个全正 Grassmannian Gra 大于0 Kn 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然后这个 orthogonal complement 和这个 alternating sign map 到底在这个结构上面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Gra 大于0 Kn 它其实就是所有的这个在 Gra 大于等于0 Kn 里面的所有的 Placer coordinate 都非0的这样的一些点。然后这个 orthogonal complement 呢，它其实是给出了一个 Gra Kn 和 Gra nan 减 Kn 之间的一个对偶。然后这个 alternating sign map 呢，它其实是一个线性的对合，它是把这个 Gra Kn 映到它自身，然后它的作用呢就是间隔的改变这个列的符号。 OK， 然后这两个操作呢都可以把这个全正性和这个非负性进行一个互换，就是 C 属于 Gra 大于等于0 Kn 当且仅当 alt C 的正交补属于 Gra 大于等于0 n 减 Kn， 然后这个是在 section 2.7 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然后这个 space lambda tilde lambda Kn 正它到底是怎么用这个 Grassmannian 来定义的？然后这个 Modeminum amplitude hadron map phi 它的定义域和值域分别是什么？就是这个 lambda tilde lambda Kn 正，它其实是alt 作用在这个 Gra 大于0 括号 n 减 k 加2 n 上面，
然后再插乘上这个 gra 大于0括号 k 加2 n， 然后它的每一个点呢其实就是一个n 减 k 加2维和 k 加2维的子空间。对。然后这个 Momentum Amplitude Hadron Map Phi 呢，它是一个定义在这个 gra 大于等于0 k n 上面的一个映射。然后它的值域呢是这个 lambda 垂直于 tilde lambda n， 然后它把每一个 c 都映成了一个 pair， 就是 c 交上 lambda 和 c 的正交补交上 tilde lambda。OK。然后这个其实就是这篇文章的 equation 1.11。好的。然后这个 Momentum Amplitude Hadron Map 它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性质？然后它跟这个 t 进入的存在性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个 phi lambda tilde lambda 呢，它其实是把这个 gra 大于等于2 k n 映到了这个 lambda 正的 tilde lambda k n 正里面。然后对于每一个 c 属于 gra 大于等于2 k n， 它都会给出一对lambda 和 tilde lambda 属于 lambda 正的 tilde lambda k n 正，然后使得这个 lambda 包含于 c 包含于 tilde lambda 的正交补。OK。然后结合上前面的那个 theorem 1.4， 我们就可以直接推出任何一个属于这个 j 大于等于2的 wt 的这样的图，它都是有 t 减进入的。对。然后这个其实就是这篇文章的 Carroll-Rail 1.5。然后这个 Momentum Amplitude 它是怎么用这个 Momentum Amplitude Map 来定义的？然后它的这个内部和它的这个闭包到底有什么样的几何的解释？这个 Momentum Amplitude 它就是这个 phi lambda tilde lambda 作用在这个gra 大于等于0 k n 上面的项，然后它的内部呢就是这个 phi lambda tilde lambda 作用在这个 gra 大于等于2 k n 上面的项，然后它的闭包呢就是整个的这个 momentum amplitude。OK， 然后这个是这篇文章的 definition 1.6。所以说这个 momentum amplitude 的这个维度，它是怎么通过这个映射和这个约束来确定的？就是它的这个维度是 2n 减4，然后它其实是可以这样来看的，就是你要确定这个 lambda 其实有2乘上 n 减 k 个自由度，然后你要确定这个 tilde lambda 其实有2k 个自由度，然后再减去这个 lambda 和 tilde lambda 之间的这个4个约束，就是这个 lambda 和 tilde lambda 是互相垂直的这个约束。OK， 然后所以你最后就是得到这个 2n 减4，然后这个是在这篇文章的 Remarked 1.7 里面有详细的说明。OK， 然后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折纸映射和这个 Mandelstam 变量。那这个折纸映射 O 它到底是怎么通过这个 t 嵌入 t 来定义的？然后它在这个保距和这个保定向上面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性质？就是这个折纸映射 O， 它是从这个伽马星到这个负平面的一个映射，然后它是由这个 t 嵌入 t 来决定的，就是它满足对于任何一对在这个伽马星里面共面的顶点 V1 星和 V2 星都有这个 O V1 星减去 O V2 星的模长等于 t V1 星减去 t V2 星的模长。OK， 然后另外呢，就是它会把白色的面保定向的映射，然后把黑色的面反向的映射。然后这个映射呢，它在相差一个整体的旋转和平移的意义下是唯一的。所以说这个折纸映射其实就是一个在局部保距的一个映射，然后它只是在这个黑白的面上面对于定向的处理不一样，是吗？然后这个折纸映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质，就是它是一个ellipse-jet 的映射，就是它不会把距离拉大。OK， 然后这个其实在CRR 23里面是有提到的，就是他说这个折纸映射它显然不会增加负平面里面的欧几里得距离，但是这个 ellipse-jet 性质它对于这个 t 伽马星的这个形状有没有什么要求？这个 ellipse-jet 性质它只对于那些 t 伽马星里面的可以被一条线段完全覆盖的点对是成立的。 OK， 所以如果这个 t 伽马星不是凸的话，那你比如说像图2的左图和右图里面的这个边界上的点对 ui 星和 uj 星，它其实是不满足这个 ellipse-jet 性质的。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这个理论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明白了。然后这个 Mandelstam 变量 S lambda tilde lambda ij 它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然后这个东西在这个动量空间里面它有什么物理意义？这个 Mandelstam 变量它是这样定义的，就是它是对所有的满足 i 小于 p 小于 q 小于等于 j 的这个 p 和 q 求和，然后它的每一项呢是这个尖括号 pq lambda 乘以方括号 pq tilde lambda。OK， 然后它其实是这个 kinematic space 上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函数。
所以说这个 Mandelstam non-negative 这个条件，它其实就是在限制这些变量的符号，是吗？对的，对的。就是如果说对于所有的满足 i 加2小于等于 j 小于等于 i 加 n 减2的 i 和 j 都有这个 s lambda tilde lambda ij 大于等于0，那我们就说这个 pair lambda 和 tilde lambda 是 Mandelstam non-negative。然后如果说一个集合里面的所有的点都是 Mandelstam non-negative， 那我们就说这个集合是 Mandelstam non-negative。然后这个 Mandelstam 变量呢，它其实是在散射振幅的这个分母里面出现的，所以它是有非常明确的物理意义的。OK， 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 Mandelstam positivity 和这个 t 嵌入之间的这个等价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momentum amplitude hedron 它的这个非负性的这个猜想。那这个 theorem 1.12 它到底是说了一个什么样的关于 Mandelstam 变量和这个 t 嵌入之间的一个深刻的关系？这个 theorem 1.12 呢，它其实就是说，对于任何的一个属于这个 j 大于等于2的 wt 的这样的一个图，然后它的这个 weight 是 wt，然后它的这个 weight 是 wt， 然后它的这个 c 等于 mass gamma wt， 然后我们考虑这个t 是属于这个 t gamma wt， 然后我们让这个 lambda 和 tilde lambda 等于这个 phi lambda tilde lambda c， 就是这个 momentum amplitude hedron map 在 c 这一点的值，然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等价关系，就是这个 t 它的这个 origami map 是在边界上面一 ellipse 的，当且仅当这个 lambda tilde lambda 是属于这个 m lambda tilde lambda 的，然后它又是 Mandelstam non-negative 的。所以说这个 t 嵌入的这个几何性质和这个运动学空间里面的这个 Mandelstam 变量的这个符号其实是有着一个非常直接的对应的，是吗？对，然后这个其实是解决了一个 DFLP19 还有这个 FL23 里面的一个猜想，就是这个 momentum amplitude hedron 它确实是Mandelstam non-negative 的。然后这个也是在这篇文章里面被首次证明的。然后这个 theorem 1.15 呢，它其实是说这个 BCFW 包腔它和这个 momentum amplitude hedron 之间的一个关系。对。然后它的这个证明的思路里面用到了哪些关键的步骤？这个 theorem 1.15 呢，它其实就是说当这个 Mandelstam 变量都是非负的时候，这个 BCFW 包腔是给出了这个 momentum amplitude hedron 的一个三角剖分。然后它的这个证明呢，其实是用到了前面的这个 theorem 1.12，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lemma 6.9，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theorem 1.4。 OK， 然后它其实是把这个 t 嵌入的这个存在性和这个几何的性质，然后还有这个 BCFW 的这个组合学，然后还有这个正 Grassmannian 的这个结构，然后都结合起来了。好的，然后我们要聊的是这个 perfect t-embedding，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boundary measurement，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positoroid hyperplane arrangement。 那这个 perfect t-embedding 它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然后它跟这个 boundary measurement 之间有什么联系？一个 t-embedding 它是 perfect 的，如果说它的这个边界的顶点是按照这个顺时针的顺序落在一个凸多边形上面的。 OK， 然后这个 boundary measurement 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映射，它是把这个边界的顶点映到这个负平面上面的，然后它是满足一定的cross ratio 的条件的。然后这个 perfect t-embedding 和这个 boundary measurement 之间是有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的。 OK， 然后这个是在这篇文章的 theorem 1.19 里面有详细的说明。那这个 positoroid hyperplane arrangement 它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然后它跟这个 perfect t-embedding 之间有什么深刻的联系？这个 positoroid hyperplane arrangement 呢，它其实就是在这个格拉斯曼流行里面的由这个 positoroid 理想所定义的一个超平面的构型。 OK， 然后它的每一个包腔呢都对应于一个combinatorially distinct 的 perfect t-embedding。 OK， 然后这个是在这篇文章的 theorem 1.20 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然后这个其实就给出了一个对于这种 t-embedding 进行分类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然后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 t-embedding 它的这个带边值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这个theorem 1.23 它到底是怎么给出了一个构造带指定边界的 t-embedding 的一个方法？这个带边值的问题呢，它其实就是说你给我一个边界上的点的位置，然后我要找一个 t-embedding 它是具有这样的边界的。然后这个 theorem 1.23 呢，它其实就是说它是通过一个解线性方程组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来构造出这样的一个 t-embedding。 OK， 然后它其实是把这个问题转化成了一个
linear algebra 的问题，然后它的这个证明呢是一个构造性的证明。OK， 然后它是保证了这个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所以说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走了一遍这个动量放大器和这个折纸的折痕模式之间的这个奇妙的对应，然后顺便还解决了几个图论里面和这个散射振幅里面的几个老问题。对，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